最近苹果重新定义了小手机 iPhone SE 的第2代，在4月22号正式上市，到底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呢？不管你买不买，我都要来蹭一波流量，来发表一下我对 iPhone SE 第2代的想法。看完这个超越时空的产品后，我本来想大声斥责的，但是看到售价后，真香。我们来看一下最多人诟病 iPhone SE 2的问题，不外乎就是3大缺点。第一个是小萤幕大手机，萤幕 4.7 寸被新用户嫌小，全机 5.45 寸被老用户嫌大，一只手机两种感受。第二个是旧外形没有辨识度，第三个是续航力不佳。不过它也有3大优点，第一个就是 A13 处理器，第二个就是售价只要 14.5K， 第三点 logo 一样大 Magic。我先说说 4.7 寸被嫌小这件事，现在手机越做越大，像是 iPhone 11 Pro Max 都达到了 6.5 寸，大家习惯后就回不去了。想象一下，如果用 4.7 寸的萤幕来看 YouTube， 感觉眼睛会被锯到流血，应该很难过吧？其实没错，追剧看动漫就是要用大萤幕才舒服嘛，应该直接 AirPlay 到60寸看 4K 解析度才爽。不过可能不符合经济效益和比例原则，那改用平板好了。7.9 寸 iPad mini 只卖 13K， 9.7 寸 iPad 只卖 11K， 随便来个平板，萤幕都会比11 Pro Max 的 6.5 寸还大。你会因为用了 9.7 寸的平板就回不去 6.5 寸的手机吗？不会对吧？因为手机的真正价值在于辨析性、机动性和行动性。举个例子，今天突然吹起一阵东风，丞相起风了，路上的正妹纷纷压住裙子尖叫说好色的风。今天有2颗相同规格的镜头，一颗装在 0.6 公斤 12.9 寸的 iPad Pro 上，一颗装在只有149克的 iPhone SE 上，要捕捉这一闪即逝的情境，哪个镜头比较好用呢？不管再好的镜头，是不是都建立在机动性和行动性上？一只好的手机应该适合任何场合，适合运动，适合外出，可以多拿一杯咖啡，多舔一支棒棒糖，你可以拖着行李箱，单手回讯息，你氪金的时候可以一手拿信用卡，一边输入卡号，答案借你抄的时候不应该放下笔，降低你的工作效率，而且要能单手捕捉一闪即逝的风景。如果连最单纯的滑手机，别人只用1只手，你却用2只手，而且过大的手机尺寸容易手滑，你会下意识的选择不在高风险的地方使用。外出的时候绑手绑脚，运动会选择把手机放在包包或干脆不带出门，是不是反而有点本末倒置了呢？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因为 Apple 的主力机种 5.8 寸卖你3万块到4万块台币， 6.5 寸卖你4万到5万块台币，导致大家有一个错觉，萤幕越大价值越高，所以就主观的认定 4.7 寸太小，解析度太低，说大萤幕追剧多爽。你有没有想过，你真正关心的是萤幕规格吗？会不会甚至旧外形、无辨识度、续航力不佳，其实都是借口？你真正在意的是和别人攀比的虚荣心。与其花时间去想这些借口，去争论这些推脱之词，为什么不把时间拿去端正自己的品格呢？再来，就算你品格端正、品学兼优 ，iPhone SE 2的问题依然存在，像是电量、续航力的部分。照理说，萤幕尺寸越小，解析度越低 ，YouTube 或 OTT 服务解析度其实只要 720P 就够了，网络传输的流量就会变少，理论上整体耗电量应该会更低。而 Apple 的处理器性能越好，制程越小，耗电量会比前几代更低。你真的要拿来挂手游的时候，肯定会插着电吧？而且 iOS 肯定会优化，续航力的部分根本用不着担心。再来，老用户嫌尺寸太大的部分，新的 iPhone 产品线里 SE 2已经是目前握感最小的了。所谓的握感，关键应该是看机身宽度。一代 SE 的机身宽度是 58.6 公厘 ，iPhone 11 Pro Max 是 77.8 公厘，大概和一代 SE 相差了快2公分。二代 SE 的机身宽度是 67.3 公厘，和一代相差了 0.87 公分。如果 SE 2 5寸多的机身是做成全面屏的话，可能就会有单手操作时边缘误触的疑虑。而这次的SE 2采用旧边框 iPhone 8的设计，误打误撞变成了自带边缘防误触，好棒棒，可以说是单手操作的最后选择。再来就是大手用小萤幕很难按的部分，打篮球的时候，平常都在单手抓接、单手灌篮，然后幻想自己是 NBA 球员。iPhone SE 2可能就不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管手机出几寸，都会有人嫌大，有人嫌小。但是有个奇妙的点，在贾博士还活着的时空，
空。NBA 球员也是照样买单4寸的 iPhone，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人该萤幕太小，而现在会狂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错的 UI 设计已经成为主流了。就像是用手机查网页时，有的网站会切为手机版，有的网站只有电脑版。即使你用 6.5 寸的手机去浏览电脑版网页，你也会觉得这什么烂排版，要放大才点得到。你应该不会嫌 6.5 寸的手机戴在身上太小了吧？这只手机已经够大了。所以你看到的问题点是 UI 太烂了。在手机只有4寸的时代， UI 的设计都会经过取舍。那现在呢？同样道理，手机玩吃鸡，玩天堂 N， 是不是觉得手机的萤幕太小了？似乎萤幕再大都不够。你觉得是手机的问题还是 App 的问题呢？用过 iPhone SE 来操作设计不良的 App， 你会发现手机的操作模式，滑手机比点手机来得好用。接着你会慢慢的开始懂得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渐渐的你开始删掉粪 Game、粪 App， 不上烂网站，变成数位干地，只留下好的、美的、简约的、怦然心动的。贾博士越活越像你，然后你会发现周遭的人逐渐失去了判断力，导致这个世界面临了更大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位地球的继承者都有义务推广 iPhone SE2， 以端正社会的风气，构造改革手机的主流尺寸，才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你有时间端正自己的品格，为什么不干脆把手机换成 iPhone SE 第2代呢？大家觉得旗舰机、中阶机、低阶手机这3种哪一种比较值得买呢？我认为理论上优先序是旗舰机，再来是低阶机，中阶机最后。为什么呢？因为要做出一支市场上第1名的冠军旗舰机，不是努力就可以的，是讲究天分的。旗舰机通常会有它独创创新的新功能，难就难在设计者要有外星智慧，来技术领先、设计领先，甚至开创新局。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第一值得买的是旗舰机，第2值得买的是低阶机，因为超高的 CP 值买到赚到，就像是平价的 iPad， 它困难之处在于成本压得比别人低，产品做得比别人好，比谁都便宜，还能维持利润。厂商为了歼灭竞争对手，让利给消费者。至于那些学艺不精的厂商要怎么生存呢？很简单，拿比较贵的旗舰级用料来料理成中低水准，高阶用料利润比较肥，只要少赚一点，还是有吃粗饱的客人会买单。所以大部分的手机厂商都做中阶机，甚至号称旗舰级，然后卖旗舰价，反正你们吃不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中阶机是最后的选择，这是理论上，实际面是看你愿意花多少预算来决定。目前 Apple 我觉得是守成期，创新的能量有点不足，旗舰机只是往上加规格，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功能，再加上患病大流行，我反而觉得低阶机比较值得购买。你可以发现从2017年开始，苹果开始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独孤求败，对手连1-2年前的产品都赢不了，于是苹果重新定义了旗舰机的价格， iPhone X 把定价拉到4万，接着 iPhone 11 Pro Max 直接拉到5万，安卓阵营有跟进价格，但没跟进效能。看了评测结果，号称最屌的高通 S865 还是小叔 A13， 高通忍不住哭了出来，真的好想赢苹果。而且这个小叔是建立在已经有主场优势的专业跑分软体，有特别针对多工处理进行优化的情况下，还是输了。80-20法则下 80% 的份 Game 都没有优化，单核运作，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2020年买到的高通 S865 晶片，连2018年 A12 10R 的车尾灯都看不到。而这次的 iPhone SE2 是搭载旗舰机相同的 A13 Bionic 仿生晶片，然后只卖你14500元台币。想当年 iPhone 8在旗舰机是 A12 的时代，却只搭载了上一代的 A11， 然后卖你 25K， 超级不香。现在的 S1 直接给你 CPU 直上旗舰款，镜头同 10R， 价格再砍 10K， 是不是 CP 值炸裂？就算在加油站打工的苏格拉底也买得起。你能想象2020年价格 40K、50K 安卓霸主 S865 效能竟然被 14.5K 的 iPhone SE2 压在地上摩擦吗？那请问还有哪几只安卓旗舰机能打的？全部一起上好吗？我赶时间，我认为这个价位买到 A13 就值得入手了。强大的 CPU 可以保证你5年的 iOS 系统更新，早买早享受。iPhone 从来不会放弃你，通常是你患病发作，放弃了 iPhone。而且就算你要换机，成本这么低，在现在这个时机点，可以说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真香选择。而且现在只要买 iPhone 加码送 Apple TV Plus 免费看1年，你觉得香不香呢？ OK， 大概就这样，拜。